朋友们，《心经》这部经典呢，加上经题一共268个字，在当下的这个时空节点呢，有太多的人都能把这部经典呢倒背如流了。可是呢，能理解其本身法义的人却甚是稀少。这期内容呢，我就把整部心经呢进行全面性的、整体性的用大白话的方式呢，尽可能的来还原它要表达的法义。这期视频呢有点长，大家可以找时间或者分次观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。心经的本质呢，其实就是在讲心，所以呢也叫心法。如果你不能够用心来聆听，那你是无法契入的。这部心经呢，是佛陀说给那些见性的弟子，由定慧到明理、明心，最后达无上正等正觉的理论。佛陀呢指心说法，以心言心，弟子们呢以心闻心，以心悟心，心心相照，心心相印，代代相传，至今已有2500多年。当下这个时空节点的人与古人们，虽然说在风俗习惯上，在思想觉悟上，还有文化知识等等大不相同，但是本质的一点，那颗妙明的心都没有什么不同之处，在求佛理悟真宗、达明心圆觉的方法完全相同。法呢有3因，会因人、因地、因时而不同，但皆是以明心为根本。心经既是明心之至理，是至无上正等正觉的直达之路，所以呢，先贤们才称它是不二法门。只要你是一个有心者，皆能够有所作为。无论是任何人，只要真心想要悟理求真，就都能做到，从来不会看你是在家还是出家。当下的现实社会，我们不可能都去居深山、住古庙，对不对？家庭与工作呢，本就是练心宝地。你在家庭中做模范，在工作中为之先进，本质呢与你的修行并没有矛盾。心经呢是以心为纲领，传经于后世之人，也就是传心于后世之人，所以才说心心相印，代代相传。我说即是空，如果你听懂了就懂了，听不懂呢也不必执着，用得出来呢就用，用不出来呢就不用，接纳、臣服，不对抗就好。好，我们开始。首先呢，我们把心经的经题解译一下。心经全称呢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其中般若呢翻译成大白话的意思就是大智慧或妙智慧。这里的智慧呢，不是指文化知识、科学理论、发明创造等等，而是指心说法，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心、理解心、练心、明心的方法。所以说字字不离心，句句不离心。离开了心呢，就没有经书，离心也没有法可以说。佛家的千经万卷统称为心法。要想真正的理解这些经典，就一定要联系自心。修行呢是明心，因为人有心才能修行，没有心用什么修行呢？所以呢，心为万法源，而心经呢就是为心源而说，所以呢才叫心经。心经的智慧是大智慧、妙智慧，智慧的功能来源于心，心为智慧体，心为智慧根，简称慧根。心呢是智慧本体，心若生气、快乐、悲伤、狂喜，叫迷悟。解决情欲的办法叫觉悟，也就是智慧。用智慧破愚迷叫法。智即是理，心为理源，慧即是光。因此心生之慧叫慧光，也叫智慧灯。六祖慧能大师说过，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破万年愚。你的心有欲，那叫迷，解迷生智慧叫觉悟。当迷解了，法是不是也就没用了？这就叫悟空，
心空，法亦空。好，接下来是波罗蜜，意思呢是到彼岸。当你迷的时候呢，为此岸；悟的时候就为彼岸。我们当下呢，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可以说是苦多乐少，所以又叫苦海。有人为的灾难，也有自然的灾害，有能避免的，也有不可抗拒的，比如水火刀兵、旱涝饥馑、生老病死等等。我们如果脱离苦海，就是到彼岸，心能达到如如不动，不被一切所迷，不被万境所转，是到彼岸。遇事着急上火、生气发愁、悲伤恐惧等等，这是此岸。实际上呢，你的幸福与痛苦、好与坏、苦与乐等等，全在你的一心之中。一切万法，不过是为了让你明心而说的。法是传，觉是岸，心达明，觉至圆，也无此岸，也无彼岸。然后呢是多，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定的意思。心呢稳如泰山，如如不动为定，并不是指你的身体姿势或身体的动或不动。万境攻心，心不动呢方为定。你的心不被是非、烦恼、忧愁、悲伤、恐惧所转方为定。定呢是心之用，无心何言定？人的一生呢，不论幸福贫困，本来就是虚幻，100年之后不过是一把骨灰，完结了人的一生，留下来的只是幻影虚名，只不过是我们把它当作真实，所以呢，心才会迷在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中，不能自拔。作为一个人来讲，社会、工作、家庭、是非等等万事纷纭，只有心不被这一切所迷，才是定。下一个是心，这里说的心呢，不是你的心脏，而是你一身的主宰，是我们的生命之本，是见闻觉知的能源。心在人在，心去人亡。因为我们有一颗妙明的心，所以才能应物，才能理解万物，改造万物，才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。那心既然有这么大的本领，我们就应该研究它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它是从哪里来的，它是什么样的。水有源，树有根，找到了根源，才能真正明白，真正理解。心呢，是宇宙真空离体所化的灵气，所以我们叫它心灵。心是真空的直系分子，所以叫小真空。那么既然它是宇宙真空的分子，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真空。这里所说的真空呢，不是指的现代科学上所说的太空、外层空间等概念，这些空是人的肉眼能看见的，我们叫它完空。真空的概念是完空中所含的妙有，也就是说，在空无所有的空中，还包含着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有，这是一种内在的有，叫妙有。妙有也可以说是一种藏性，也就是内在的本质。什么叫藏性呢？举个例子，比如一张纸从表面上看呢，有颜色、大小、薄厚以及表面的纹理等等。那么它内在的本质、内在的藏性是什么呢？是火、光、烟、味、热等等。这些藏性呢，你是从表面上看不出来的，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它才能显现出来。同样是火、光、烟、味、热，不同的物质所散发出来的也不相同。比如木材与橡胶、汽油与皮毛等等，它们都能燃烧，但它们燃烧时所发出的火、光、烟、味、热又是不同的。因为这些内在的藏性不同，也就决定了一种物质不同于其他物质的本质的区别。再比如，水果的藏性是它的气味，气味变了，水果呢也就变质了，肯定不能吃了。
大米的藏性呢是米的香味，在一定的条件下，米中可以化生出米虫来，这时米的本质就没有了，再吃就只能饱肚而没有香味了。举这些例子呢，是帮你理解什么是真空，因为语言文字很难把它表达出来，只能靠自己的心去觉去悟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若世界实有者，即是一合相，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说。这里的一合相呢，就是指的真空。真空和完空是一体，一个是外表的空，一个是内在的空。这个内在的空是什么样的呢？它无形无相，听之弗闻，视之难见，清净无为。但是呢，它无相无不相，无为而无所不为。因为所有的有形有相的气质物质，都是妙有真空所化所生。这些气质和物质呢，生于真空，灭于真空，而真空呢，没有生灭。有形有相的气质和物质是真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显的时候呢，谓之有；隐的时候呢，谓之无。宇宙之中的万事万物，有生就必定有灭，有始呢就必定会有终。但是宇宙真空是无生无灭、无始无终的，因为宇宙真空之大是不可思议的。无数的星球都相依在这个母体之上。如果这个母体有生有始，那么它生之前、始之前又是什么？能生这个宇宙真空的又是什么？真空的起源呢，无根可追，无源可求，所以称宇宙真空为无极。那么宇宙真空既然无生无始，就必定无灭无终。人的心呢，就是这个宇宙真空的直系分子。既然是母体亲生，那么子就有母的功能，所以心能生万法，心是万物之灵。心在人身上呢，是一种妙觉。宇宙真空乃心之源，觉之海，所以真空又叫圆觉海。心就是人身的藏性，这个藏性呢，不是物质的藏性可比的。佛家叫它如来藏性。任何人的藏性呢，都可以用如来藏性这4个字来称呼。什么叫如来呢？不去不来，谓之如来。所以人的心呢，又叫自性如来。心又叫妙明心。为什么称妙明呢？因为日、月、灯的明呢，是物体发光产生的明，而妙明呢，是自然的大光明。日光和灯光这些呢，是有体有用。体呢是本体，用是作用。太阳是体，光是用；灯是体，光是用。心的妙明呢，本体是光，作用还是光；本质是光，现象还是光。就好比你姓光，名字也叫光，除光明之外，别无他物，属于纯阳之气。人的心性呢，没有男女之别，虽然身有男女之分，但纯真的心性无二。我们的这颗心呢，本光本明，无其他一物。正如六祖所说，本来无一物。所以说自性本来清净，我们想到哪里，心之光就到哪里，意念一动，万里之外，当下即至。孙悟空一个筋斗108000里，即是此意。一般人呢，只知其用而不知其有，知其有而不知其源。但古代的圣人都知道，道家称心为真常，真常应物，所以才说3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《黄帝内经》称心为真气，说天地有志，此气了无终始。俗话说，心比天高，丹心贯日月，气震山河，气冲斗牛，气贯长虹。老子东来紫气满函关，一气化三清。孔子说的万物同体等等，都是形容心光之大。这里所说的气呢，是真气，而不是呼吸调息的气。心在人身来说，
不在体内，也不在体外，无在无不在。心为万灵机，用到哪哪就灵。眼耳鼻舌身意6种器官，6种功能，用哪个灵，同时用同时灵。所以呢，妙明心又叫6根之性，因为6种功能都源于一心。比如我们用眼来看物，眼只是条件，看是心看而不是眼看。就像我们坐在屋内，通过窗看屋外，窗就是眼，屋内的我们呢就是心。窗不能看人能看，眼不能看心才能看，所以才把眼睛叫心灵之窗。人会变老，但心不变老。少年时代看山看水什么样，老年时再看还是那样。见物之心永不老化，所以才说人老心不老。听的功能也是一样的，是心非耳，声不往耳处，耳不往声处。耳朵与眼睛一样，也是条件，是人体的器官之一。没有心，什么都听不见。比如人的心高度集中在某一处时，对其他的东西就会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当你集中精神看书时，对电视里演的什么、唱的什么就不清楚了。不是没听见，是没动心。心永远在听，从不停止。就算我们睡着了，也在听。所以一觉你就会醒。人的大脑是思维器官，是中枢神经与身体内各部分的神经形成一个联络网，由脑神经为主导，传导到身体的各个部位。大脑只是思维的机器，不是能源。大脑呢是血肉之质，没有那么大的功能。思想中所含的万物、万象、万理，不可能含在血肉之质的物体当中，是含于妙明心光中。心光波动大脑才开始工作。人的一切功能，比如思维的功能、记忆的功能、录音录像的功能、放音放相的功能，以及身体各部分的感觉功能，都是妙明心起的作用。人的妙明心和各个器官的关系呢，就像是电源和电器设备的关系。有电，设备就能运转；没有电，设备只是摆设，毫无用处。佛家说心生万法，皆都是妙觉之能。不单人有觉，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有觉，包括蚊虫在内。打蚊子时，它稍有察觉，马上就飞走。动物的觉也是灵气，所以动物又称灵物。释迦牟尼呢，在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之后说：奇哉奇哉！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有的人都有佛性，关键在于是否觉悟了宇宙人生的至极真理，是否恢复了自心本有的光明。佛呢，翻译成汉语就是觉悟者的意思，所以对佛不要迷信，佛能做到的人人都应该能够做到。释迦牟尼也娶妻生子，同普通人一样的衣食住行。在封建社会中呢，把人分为3流9等，其中呢，上9流是1流佛祖，2流仙，3流帝王，4流官，5流圣贤，6流士，7上8宫9庄田，也把仙佛列到了人的等级之中。佛与人是平等的，只是觉悟有高低，人人都能成佛。所以说呢，众生皆是佛。佛家的千经万卷都说的是心，都是明理明心的路，千言万语，苦口婆心，都是怕我们这些后世之人误入歧途。你可以去翻一些经典，哪一部经里也没有叫我们对着佛像烧香祷告、顶礼膜拜，更没有说只要念佛的名字就能成佛。相反，在《金刚经》中，佛用极其明确的语言告诉后人不要那样做。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
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如来二字呢，并不是指释迦牟尼，而是指每个人的自我之心。知心者为自知之明。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得用理来衡量。如果念佛的名字就能成佛，那么宇宙之中第一位佛是念谁的名字才成的佛呢？念念不离心，没有心你用什么去念？心是佛音，念佛只是降服意念的方法。心正意念正，何须用念去降服呢？我们对着自己塑造的泥胎烧香磕头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这不是迷信又是什么？你朝拜的那个佛不是真佛，而跪在地上磕头的这个才是真佛。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只有明心才能成佛。要想明心，必先明理。明心的人不念佛也是佛，光念佛不明心的人是迷佛迷法。再者说，佛以慈悲为本，慈悲二字是以心为基。慈悲之心没有定在出家、烧香、念经、拜佛上，而是定在人的心上的。慈悲之事何时何地不能做，何人何处不能为呢？怎么能局限在出家当和尚和烧香拜佛的清规戒律等等这些尘法上呢？尘法只能蒙心，不能明心。明理悟真宗才是明心法宝。所以大家不要本末倒置。《金刚经》中说，释迦牟尼未成佛以前呢，在燃灯佛所受记7载，一无所得，还得自参自悟。如来有明心之力，没有成佛之术。如果想成佛，只有明理悟真宗，用明理来除去自己妙明心中的尘垢，恢复自性的光明，这叫明心见性。除此以外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所以才叫做不二法门。这就是《心经》所说的心。心经就是叫人找到自心，认识自心，明白自心的，不是给后人留下的语言和文字，而是留下了一颗真心。把语言文字当成真的，把领会语言文字当成目的，等于没学。实相不是用语言文字能够表达出来的，全凭自参自悟，亲身体会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所以说，开口即是妄，落笔就是假。经书上写不出真的来，它只是留给后人一张到达目的地的路线图。光看图不走路，永远也到达不了目的地。到了目的地，这张图也就没有用了。为了过河到达彼岸，就要坐船。经书呢，就是船。到了彼岸，船还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，迷失千卷少，悟来一字多。所有的先贤们呢，都是指心言教，以心说法。离心说法即是外道邪说。儒释道三家呢，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。孔子说，上天之载，无声无嗅，不睹不闻，万物同体。佛说真空妙有，三界十方。老子说，无名天地之始，无形无相，欲地生天。孔子呢，称大觉之人为智之，佛称大觉之人呢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道家呢，称大觉之人为万化通，儒以忠恕为纲，存心养性；佛以慈悲为本，明心见性；道以感应为怀，修心练性。三家都没有离开心性。忠恕、慈悲、感应6个字也都是以心为根基。所以说，儒释道三家呢，是不同的老师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，用不同的语言，向不同的学生讲的相同的道理。所以真理没有宗教之别，因为至极的真理是超宗教的。古代所指的空无呢，也是今天的空无，因为空无永恒，无古无今。你去观古代指心的千功万法，
不如观自心法。客观事物千变万化，空无之心，古今相同。好，接下来经题的最后一个字，经。所谓的经呢，本质就是通往你心的路而已。经有千经万卷，最后统归于心。回归之路呢，有千条万条。当你用心研究，便会知道远近曲直。所有的方法技巧呢，也千差万别，但是只要你用心去悟理，就知道谁正谁邪。好，以上呢就是经题的总释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心经的正文。第一句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观的意思呢，就是心的觉知；自在呢，就是你的自性本心如如不动，不住于法，不住于相，一无所住，自性本空为自在。当你起了心呢，即是妄；动了心，即有二；有二即非真。真如不动，即是自在。如果你看到什么就被什么带走，听到什么就被吸引，就是不自在。自性本来清净，也没有来，也没有去。菩萨呢，翻译成大白话即是觉悟本性的意思。人能觉悟本性即是菩萨。这整句话呢，就可以理解为，觉悟本性的人靠智慧见到了色受想行识的本质。什么本质呢？空的本质。因空掉了色受想行识，就灭除了一切的苦闷，一切的烦恼。那么具体色受想行识是什么呢？什么是空呢？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过程。色呢，指的是外境；受指的是对外境的感受；想是指对感受的思维；行是指由思维指导的行为；识是指行为后积累下的经验。那么外境是恒常不变的吗？不是。感受是恒常不变的吗？不是。想法是恒常不变的吗？不是。行为是恒常不变的吗？不是。经验是恒常不变的吗？不是。那苦来自于哪里呢？烦恼来自于哪里呢？其实都是来自于希望恒常不变，会变的却期望不变。那苦和烦恼不就都来了吗？当你看清了实际没有不变的，没有一个可靠的，还苦吗？不苦了。非要分别执着这个期望的恒常不变，自然就苦恼了。照见清楚了，自然就不苦了。度一切苦厄。若这个懂了，后面其实就不用看了。如果不能一句领悟，就看后面两句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说五蕴皆空，如果不懂怎么办？那就一个一个分开说是怎么回事。先说色，色是怎么回事呢？色是变化的，怎么变化的呢？色是形象，形象是会变化和消失的。比如水变气，气变水，一会儿是水，一会儿是气。虽然形象变了，但本质变了吗？没有变，水分子一直是那样。雨雪霜雾冰都是水，这些都是有形象的水。水气扩散与空合为一体，眼睛看不见了，只看见空，但是不等于空中没有水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形象变了而本质未变。色与空的转化连绵相续，永不停歇。那受是不是如此呢？举个例子，一句我爱你，你听了心里是不是很舒服？所以回一句我也爱你。同样不回这句我也爱你，而是给个拥抱再来个热吻，这也是一样的。再举个例子，比如你挨一个大嘴巴，难受，于是你张口就骂；或者挨一个大嘴巴，
不骂人，而是直接一脚飞腿。这两个例子有什么共同点？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一个都是好受，但反应不同，分别用语言和肢体行为反馈；另一个都是难受，也反应不同，也分别用语言和肢体行为反馈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无论是好受还是难受，都在传递，都在变化。如何传递与变化？就是受变空，空变受的转化。我爱你是耳受，回一个拥抱，一个热吻是深受；一个大嘴巴是深受，回一句脏话是耳受。受不同，但本质相同，可见受也是在流转和变化的。那想是不是如此呢？我想你好，你也想我好；我想你坏，你也想我坏。想法是不是也在你我之间传递？具体的想法可能不同，但传递过去是不是本质又相同呢？接下来的行呢？上面我们说的我爱你和大嘴巴，在主动方就是行，在接收方就是受。对方有什么样的反馈，完全取决于你，或者说对方怎么对你，完全取决于你怎么对别人的。具体行为或许不同，但是本质还是一样的。是不是也是如此呢？一个小孩的父亲特别凶，小孩干什么都要挨打，导致孩子胆小怕事。结果孩子长大了，遇到心仪的姑娘不敢追。孩子他父亲有不让他追姑娘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不敢追呢？因为胆小。孩子的认识是不能吃地上的东西，吃了会挨打；不能大声说话，说了会挨打；不能上房，上房会挨打。虽然诗里面没有追姑娘会挨打这一条，但也不敢。为什么？诗里虽然没有，但是空里有啊。空会变现出来诗来指导孩子的行为。好了，如果看清了看懂了这些，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清楚多了？水没了奇怪吗？不奇怪，水只是变成了气。某人对我好或对我不好奇怪吗？不奇怪，因为我就是这么对他的。这人怎么这样奇怪吗？不奇怪，凡事都有原因。世界如何运行还有疑问吗？没有，都很清楚，因为都是因缘流转。还要再补充一下，色受想行识是由我在主宰吗？不是，我只是个过客，五蕴只是在我这里流过而已。我的喜怒哀乐是因为我自己吗？也不是，都是由外界决定并流转来的。哪里有个我呢？好，我们接着说下一句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看清前面说的无常变化了吗？色受想行识是生灭的，是分别的，是有增减的。但本质呢？其实就是换了个形象罢了。而本质变了吗？也就是那个空变了吗？没有，本质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。所以不要被能感受到的东西欺骗了。前面这三句呢，悟性高的人悟透就可以了。而后面心经中的一堆无字呢，是讲给还没悟到的人的，都是方便法门，列举了好几种修行方法。是故空中无色。空中无色这句其实前面就已经举过例子了。如果知道水分子，还会执着于水的形象吗？如果知道原子，还会执着于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形象吗？如果看清了色相的变化，只是分子原子的重新组合，还会执着于各种色相吗？色相有生有灭，本性不生不灭。通过见色的变化是可以悟道的。无受想行识，通过见受的变化，或者说见到受的本质，是不是可以悟道呢？可以，刚才我们已经举过例子了。同理，
通过见想行识的变化，或者说见到想行识的本质，是不是可以悟道呢？可以，我们也举过例子了。这里呢，看似是车轱辘话，但解释的内容可不是重复的。前面我们分别举过例子，例子各不相同，经典也经常出现这种翻来覆去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反复强调，其实若解其深意，并不是车轱辘话反复讲，而是每句话分别是一个法门，每句话都不一样，或者说每个字都不一样。之所以看起来重复，是因为大道至简，说出来就是一样的，但映射到世间万物却是各不相同。如果见到了，世间万物就是一个道。什么道呢？说出来就片面，所以没法说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。通过耳根可以见到，或者说见性，见了性即通其他五根，就不会执着任何一根。举个例子，摆个口型我爱你，听见没有？用眼根还是耳根听到的？你现在看到的视频，用的眼根还是一根？孩子摔了个大跟头，哭了，抱起来抚摸孩子的头，这是身根吗？安慰你，做好吃的，体会到的是味相吗？拥抱爱抚，体会到的是触相吗？讲道理开解，体会到的是法相吗？体会到的是什么？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看到本来面目了吗？不要被眼界所限，不要被耳界所限，不要被鼻界所限，不要被舌界所限，不要被身界所限，不要被意界所限。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无明的意思是执迷不悟，有的人贪得无厌，一味地追求享乐，酒色财气，醉生梦死。在这种人的思想上，这就是最大的快乐。还有一种悲观厌世，这种人认为人世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快乐，欲生不得，欲死不得，忧愁悲伤是他的家常便饭。这种人不求有任何作为，也不追求什么快乐，更不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理，这就是自心无明。无明就是心不明理，无无明是什么都明了，亦无无明尽，是一尘不染，万法皆空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老死呢，是人生大事，是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自然规律，也是无明的人的一大谜团。明理明心的人无所谓老死，对老死顾虑万千，忧心忡忡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。人身躯壳的本质，乃水火风土四大假合而成，是一间妙明真心所住的活动房屋。心在房在，心去人亡。有生必有死，有质的物质必有质变的一天。身有老死，而心无老死。接下来，无苦集灭道。佛陀悟道后，找到五比丘，传的第一个法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，后被称为佛陀之初转法轮。心经怎么在这里说无苦集灭道呢？怎么否定自己一开始说的呢？怎么回事儿？其实无苦集灭道呢，是要表达苦集灭道是大法，但也不要执着，那不是唯一的。那么什么是大法呢？什么是般若智慧呢？那就是接下来的一句无智亦无得。哪有一个智慧叫般若？哪有一法可得？你如果认为我有大智慧，即非般若；你若认为我得了佛法，即非佛法。心经到此呢，
把破我执和破法执的法门和次第详细讲解了一遍，是对前面的进一步解说，给听不懂的人更详尽的解释，并提供了诸多法门去尝试。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又是对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的详细解释，强调了没有智慧，也没有一法可得。方便法说完了，关键还是要用心体会，不要被思维所障碍。想一想，为什么音乐无国界呢？因为人的耳根利啊，音乐所表达的情绪，没有人需要学习，听了就能体会得到。为什么楞严经把耳根圆通放在第一呢？因为人对音乐的体会最直接，不需要任何思维逻辑分析判断，就可以直接体会到。而一旦耳根通，则六根皆通。同样的，一根通则根根通，因为都是一个道。到此呢，心经已经把修行的法门说得差不多了，下面就开始大谈境界了。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破了我法二执后，就是菩萨了。以此甚深般若智慧，心无所挂，亦无所爱。心无所挂，就是内心已没有一丝执着。什么执着？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执着，其中对法的执着最难破。心无所爱，就是内心已不受一点限制。什么限制？不受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限制，其中意识的限制最难破。最难破除是意识，最难放下是法执。不过我执就是用法执来破的，没有破我执之前呢，先不用琢磨什么是法执。下面心经继续谈境界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因为心无所挂，亦无所爱，所以就不会有任何恐怖。恐怖来自于什么呢？来自于未知。对所排斥事物的未知就是恐怖。那佛菩萨为什么没恐怖呢？因为都已经知道了，还有什么恐怖？世间一切都了如指掌，同时一切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，就不可能再有恐怖了。远离颠倒梦想，一切都了如指掌了，还胡思乱想什么？还会有妄想吗？不会了。境界说完后，就要坐实一下。所以心经后面接着说，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都是这样，都是依照这个般若智慧，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什么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？无智亦无得，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法空相，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意思呢是说，智慧能解自心迷雾无明，能通万化之源。自心比神还神，比鬼还鬼，一切神乎其神。密不可言之事迷不住自心，自心不被一切所转，不被一切所迷，心同自然一体，自心就是一个大神。心经法语能使人心达到大神的境界，就是说，心经的道理是真正的明心道理。咒就是语真言实，可不是把心经当作咒语来念就能成佛。如果不理解经义，不实际练心，不能做到明理明心，即使念上几千遍也没有用。能悟到自心，认识自心，体会到自心，用自心照自心，自心明自心，胜过念千经万卷。因为千经万卷唯心执，就是说，千经万卷都是已经明心的人给尚未明心的人下的圣旨，所以说千经万卷唯心旨。
目的是明心不是念。心经所言之理能使人心明，所以是大神咒、大明咒、无上咒、无等等咒。所有的道理前面都讲清楚了，没有什么再说的了。佛害怕后人不信，于是说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这句话就像是佛在对后人说，我不会欺骗你们，这个道理一点也不假。只要照这个道理去做，就一定能离苦得乐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这句话呢，没有人解过，所以我也不能解，只能谈谈个人的心得体会。接上句真实不虚4个字，这句话即了结了这个一大因缘，是这场法会的结束语。再次嘱托大家，一起达到功圆果满。好，到这呢，《心经》这部经典呢就已经讲完了。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